画面上你看到的 K 线图是美国10年期公债期货的日 K 线图。这个位置，2023年的11月份开始，这位置底部的背离点位刚好是在这个地方。从2023年11月份开始往上走，一路在下跌到上周。我们要看的是这一波行情。从上方这个地方往下走的过程，回到哪里？它靠近了原来起涨的这个门的位置。行情来到靠近门的附近，这个地方是它原本起涨的地方，再度来到这个地方，这是日的 K 线图。那来到这个附近，你要赶快去日以下60分钟、15分钟去看看有没有短线买进的机会。毕竟它已经靠回到这个门附近，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张 K 线图，15分钟的 K 线图。放大这张图之后，这里是5月1日，从这里开始，这个时间点是属于亚洲的时间点。这张图我们来看的是15分钟的 K 线图，图上面这个标示的时间点是4月30日，这个时间点是5月1日。我们主要要来看的是5月1日美联储利率决议的这段时间，到底市场发生什么事？把这一段时间的行情我们把它放大，放大之后呢，我们来看，首先这里是4月30日，这里是5月1日。目前图上面所表示的时间都是亚洲的时间。重点来看到，在这段时间下跌的过程，这下跌的过程很明显的，我们看到在15分钟，这两个位置呢已经产生了底部背离，也就是底部已经形成一个门的现象。遇到这种情形，先把这个门标示出来。这个门的位置在这里，接下去我们再看它的行情。当门在这里做形成以后，收盘有收上这个门，但是后来这又门收盘又收下来。来到这里一定要记住，我们前面在谈这一个整个的行情往下呢，它已经都在靠近底部，是属于日起涨的门的位置。千万不要在15分钟这一种底部的门收盘收下来之后，你去放空，因为下方是日的等级太靠近了，你这样空进去，就算它跌下去，你也赚不到多少利润。接下来仔细再看这个图，行情从这里走到这里之后反弹，反弹上来之后呢，它接着又往下走，这个过程仔细去看一下，这个位置跟右边这个位置，它并没有在这两个位置之间形成所谓的底部背离，这里没有。至于为什么没有，你要去看我们 MACD 所谈的教学那7集，因为在这里跟市场上书上所跟你谈论的已经有一点不太一样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行情，再把它放大一点。放大之后，我们看这行情从这里下来之后再反弹，反弹上来又遇到上一次这个门，接着它再跌。好了，那来到这里呢，就要仔细看了。这个你在观察 MACD， 你一定要用你的十字游标去查它的数值。因为常常很多时候这一种数值如果非常靠近，很有可能你的图表上面所显示的并非那么清楚。像这种波峰如果是红色的，如果说波谷这个地方是绿色的，有时候颜色你会看不出来。在15分钟它产生了第二个门的位置出现，那这一条的水平线找出来，这是产生的第二个门。那这收盘收上去之后一样照样，这只能买进，这根本没有空的位置。那往上行情继续走，接下来行情接着往上走的过程，你会看到它往上会碰到前方这里上次这个门的位置。一旦它在收盘收上去，那大概你已经知道这个下面这一段区间，从4月30日一直到5月1日早上凌晨6点左右，市场上主力已经买的差不多。这个你要多看，因为毕竟主力的筹码资金不是你个人资金，你要让它在10分钟内把这个市场筹码去收齐，其实没那么容易，通常时间不会这么短。未来拉上去以后，如果它要到货，通常也不会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它的货给出清，因为不可能出不掉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行情在15分钟里面，它已经产生这种两个门都收上去了，所以它开始往上走。往上走的过程，我们接下去看这门收上去以后，你不可以在这种过程里面去放空它，不管上方前方有没有什么所谓的压力，你不要随便在这种位置去空它。那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在这个往上的过程，它曾经有回来1次、2次。你看到它回来的都只有来到第一个门原来这个位置，它并没有来到第二个门。原因你要多看，你才能理解。再来，我们再看后面的行情。这个行情从收盘收上第一个门这个地方开始，位置已经移动到所谓我们刚刚开始讲的第一个门。
行情开始往上拉，在这个波动的过程里面，你要去注意到这两个位置已经产生了头部背离，你要把它标记出来。这是门移动到这里，本来这下方是底部的门，上方你不要搞混淆，这里是头部的门。我们可以给它一个代号，这个 W 就是 M， 这样比较方便你去辨认。否则在图表上，你光是看到这个线会造成你的困扰，因为你分不清楚这个从底部的、从头部的，它的作用不太一样。所以在这里你先要理解这一点。这图表时间我们把它缩短，最后的这个时间点是目前现在我在录制的时间点，也就是大约在5月6号下午的4点50分左右。刚刚我们讲了，从第一个门收盘收上去之后，它开始往上波动。这个波动的过程，它曾经在这个过程回来靠近这个门2次之后，在整个往上的波动过程，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关键的地方。那整个关键只有在这个位置又产生了一个头部的门。产生以后，这行情有往下走，接着再往上走。我们现在看快一点，等它这个收盘又收上去，接着它又进入往上。那你这行情在做的过程，当然你要记住，这上方的门一旦打开，你当然也不能进场去放空，因为这个都是风险比较高的做法。那如果在这个过程，你已经看见它在这里已经做出一个头部的门的这种形态已经出来，你也确认了。那你如果在手上，假设你有2手的多单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你是可以选择先平仓一半，平掉1张多单，等待拉回的过程有机会再进去买。那么这个机会要去哪里找？同理，你要去5分钟的 K 线里面去看看，如果有同样的机会，当然你就可以再度把你减仓的把它买回来。那如果在5分钟你找不到，没有，那就不要在那个地方去买它，除非它在整个回跌的过程来到原本起涨靠近这个门的位置，类似这样这种情形就可以。原因在于你还是要守住你这第2次进场的交易，它的风险的位置在这里。那如果下方这里都没有买到呢？当然只有等到这个上方这个门收盘再收上去，你才能进场再买。你要加仓加码都是在这种位置。反之，你如果靠近上方这个门，你去放空，你去做空，那收盘收上去，你肯定是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你的空单给平仓止损出来。因为门打开之后，未来这个走势很明显，我们把它放大，你会看到几种情形，这个是你一定要知道的经验。这门打开上去之后，行情往上，然后往回跌，它全部靠在这个门的位置，所以告诉你说，如果收盘收上去，这一种时间点才是你未来下一次要进场的机会到了。现在看到今天的行情，后来它接着再往上拉之后，在这张图表里面，请问这里跟这个位置，今天这个位置，这2个相对的高点，它有没有背离的现象？有没有头部门的机会呢？答案还是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还是要去看看原本的教学，否则你看书上的会告诉你有，那有呢，这意思也不太一样。来到这里，我们接到今天最后的行情，我们跳到60分钟的 K 线图。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60分钟的 K 线走势。今天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地方呢？是这个地方，我直接把它画出来。这再强调一次，现在你看到的已经进入到60分钟 K 线的走势图。目前下午大约4点54分、55分，行情现在目前走到这里。那我们再看一次，今天晚上的时间，你要注意几件事情。目前价格已经超过这个地方，那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下一次这个60分钟走势准备做出门的一个基准点。那晚上会不会做出把这个门给做成，把这个头部背离给做出来？你要去观察它，目前是还没有，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你看到这个 MACD 同样开始翻成红色的，也就是书上讲的黄金交叉，像这一堆波峰红色的这一堆，就是现在目前60分钟它还没有形成，所以你要等的时间点，你要懂得怎么等，也懂的时间点呢？等的时间点就是你等它，等到这个 MACD 开始出现红色的波峰出来，那表示它已经形成，未来晚上的时间，晚上大概就会发生。晚上如果行情接着这样走，接着呢转头回来就要注意哪里？就要注意今天晚上的关键价位就是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位置你可以自己去查找，这个位置是5月3号，下午3点。我现在再重复一遍，我现在讲的时间点、日期都是亚洲的日期。如果你是属于美国地区的，那你的图表上面的时间点会不太一样，所以你应该去翻找相对于亚洲时间5月3号下午3点钟这一根 K 线的高点。那反之，我把它解释完。如果今天行情在这里，结论，它做成一个60分钟头部的门出来，然后最终假设它把它给关闭了。这一个门如果关闭之后，会有什么现象产生？我们再跳回到我们的日的走势图。
现在这一张是日的 K 线走势图，目前日的 K 线走势图它是在做一个日的区间反弹往上。如果这个日的反弹，假设它要结束转头往下，类似这里上去结束转头换个方向就是往下。那如果要这样走，这里要有什么条件？它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下方这个60分钟的周期等级，它产生了所谓的头部的门之后，然后门被关闭，关闭之后它会具有一股力道，这一股力道会把日的走势转头往下。那这个就晚上你们自己看，我们有空再回来延续今天所讲的这个行情。